这个叫复刻柏，幸好这科学家他不是叫老鸡。早上去完了打好集中营，下午回到了慕尼黑。因为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德国了，所以我剩下1天半的时间以及3个景点，分别是 BMW 博物馆、慕尼黑王宫跟德意志博物馆。时间是非常充裕的，大家一起来欣赏我在德国最后的旅程吧。我现在要走去博物馆，我看一下路线。这个方向看得到，就在那边。其实一出站就看到了。可是这个是他们的，不是博物馆，这是他们的那个总部。他的博物馆在这里，然后他的办公大楼，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BMW 世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太帅了吧！我进来了，感觉不一样一进来第一个展示间就展示这个现代化的艺术品，但有一颗卡在那边是怎样？BMW 一开始主要生产飞机引擎，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德国不能制造飞机，所以 BMW 转型做摩托车跟其他交通工具。后来到1929年 ，BMW 推出第一款轿车 BMW 315，这边也展示了 BMW 制造的各种大型的引擎。BMW 5系列一直都是 BMW 重点展品，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原因。总之，博物馆会有各展区展示多台这个系列的轿车，3或7系列就没有这种待遇了。除了5系列，博物馆也会陈列一些经典车款，例如20世纪末推出5秒内可以加速到100公里的 Z8。看完了 BMW 博物馆了，真的觉得他们3间车厂，就今天的 BMW， 然后前几天斯图塔特的宾士跟保时捷，3间车厂想要传达的理念很不一样，就从他们的售票方式，然后建筑的风格，然后跟他们的语音导览，然后跟他们的动线规划，然后陈列的展示品这样子，就是想要传达的理念很不一样。像宾士，毕竟宾士它是他们那个宾士先生发明汽车的嘛，所以他们算是领头羊。那整个宾士博物馆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在传达说他们的汽车工艺有多厉害这样子。然后后来去参观了保时捷博物馆，因为保时捷先生他之前也是在宾士那边有工作过，后来因为设计等理念不合，所以才离开了宾士公司这样子。所以保时捷那边它主要的展示的就是它优雅的设计跟它的性能这样子。那今天来到了 BMW 博物馆，感觉又不一样。那毕竟它的创立的时间没有他们那么久，差了几十年，所以整个感觉就是它很年轻，然后主要着重在讲说他们在陆海空3种领域都有做引擎这样子，然后他们的风格也比较偏运动风这样子，感觉蛮特别。又回到慕尼黑中心了，今天天气比较好，拍出来的市政厅比较好看。这边搭地铁也是认 S 跟 U 这2个符号，超级简单。我刚到后面黄色看棒的那个邮局，买了邮票。我觉得我这次住的这个点还不错，旁边就是地铁站，然后也有火车总站也在这里，然后邮局也在这边，超方便。早安，我现在到了慕尼黑王宫的门口，从我住的地方走过来大概20几分钟，找了一下路。然后它外表真的非常的朴实无华，根本认不出来是王宫，害我找了一下子。好，我现在进去了。
慕尼黑王宫是统治巴伐利亚长达700年之久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宫殿，是由多个建筑组成的建筑群。一进来就是先主厅，以人物肖像跟华丽金饰排列出的先主厅，是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历代家族族谱的具体呈现，更有向来访宾客展示家族血统纯正高贵及源远流长的意味。这间是瓷器阁，这些厅房之所以建造得如此华丽外放，很大目的就是为了炫耀。贝壳庭院建造概念取自希腊神话传说，并且全部以贝壳手工打造。其实，在2次大战时期已经几乎全毁。目前看到的是复刻版。古董厅兴建于1568年到1571年，当初是为了收集与展示古董用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文艺复兴式大厅。后来也曾被改造成宴会厅跟图书馆。天花板与拱柱皆绘有精致的壁画。柱底则有古罗马雕像装饰，整个大厅超级气派。黄色楼梯这个名字来自于墙上的抛光灰泥大理石，门框上的2个女性人物象征着正义和毅力。这是建造楼梯的路德维希一世国王的座右铭。这里在2次大战期间也受到严重损毁，在2017年至2021年才按原样进行了重建。因为这里超过130个房间，这些都是王宫中各种起居房间，参观到后来真的会有点审美疲乏。目前看到的教堂是2003年重新开放的样貌。这里在2战时几乎全毁，在1980年代才开始重建，现在作为音乐会等活动使用。可以明显看到砖头有重建前跟重建后的差异。我来到了慕尼黑的最后一个景点，就是它的德意志博物馆。入口就在前面。我发现到中欧或东欧这边，他们很多建筑物很喜欢用那种绿色，在巴黎或是英国很少看到。我现在进来博物馆里面，然后这个德意志博物馆呢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博物馆。然后我很幸运，就是我问他有没有语音导览，有没有中文的语音导览，然后呢，他说有，但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所以不用钱，但是需要我听完之后，给他们一些 feedback 这样子，还蛮幸运的。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器人，这个叫傅柯柏，是一名叫傅柯的物理学家，用一条长67公尺的钢丝，底下吊着接近30公斤的炮弹，借由钟摆运动来展示地球自转的实验。实际上我们并没感觉到地球正在自转，但是借由这个圆球的摆动，进而想象脚底下的地球正在转动。幸好这科学家他不是叫劳基。在这个区域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造桥工程。这个是世界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狗屋。德意志博物馆是世界最大的科学博物馆，这里有很多大型的实物收藏。来到这里，根本可以看到人类科技的演变与进步，非常值得逛逛。这里还有介绍航空科技、核反应、宇航科技、中药材，还有农业科技等方面的演进，真的是非常的酷。我逛完的博物馆，我觉得整体来讲真的超棒，比台湾的任何一个博物馆
的种类都还要多，而且还要更详细。它里面讲了很多各个领域的细节，就是包含说造桥工程，然后农业的科技、生物科技，宇航科技，然后印刷机，然后摄影技术啊、照相技术等等，都是很详细的东西。就可惜我的那个中文导览没有讲那么细，没有讲那么多东西，因为它还在试用。然后英文的部分我觉得太麻烦了，每个都要看的话就太累，所以很可惜没有全部都把它读懂。不过整体感觉我觉得还是比台湾好很多。台湾的博物馆讲的我觉得都还蛮粗浅的，比较浅显易懂。然后这个博物馆讲的很细，就是更深奥一点这样子。哦，对，他还有讲到核裂变啊，还是说一些化学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你可以动手自己操作一些小玩具这样子，我觉得整体体验也还不错。早安，我刚出车站，然后我现在要准备去搭巴士前往布拉格，所以就结束我德国慕尼黑的行程了。那我们布拉格见，拜。德国是我这趟旅程目前待最久的国家，因为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特色，也有一些景点在郊区，必须安排1天的时间前往，像是罗滕堡、新天鹅堡都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接下来我将前往捷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旅程，我们下次见。